最近，中东地区似乎成为大国竞相拓展影响力的热土。前脚，美国总统拜登刚刚结束中东之行；后脚，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周二也踏上伊朗的旅程。这是普京自俄乌战事以来的第2次外访。期间，普京参加阿斯塔纳进程国家首脑会议，并与伊朗、土耳其领导人会面。普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出访？俄罗斯和伊朗之间将讨论哪些议题？俄罗斯、伊朗、土耳其3国领导人如何讨论叙利亚问题？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是否在加剧？来看报道。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晚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周二，普京同伊朗总统莱西等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并将参加俄土伊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进程首脑会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由俄罗斯、土耳其、伊朗3国于2017年1月发起，主要目的是推动叙利亚境内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实现停火，并合作打击叙境内恐怖组织，就叙利亚国内重大政治问题达成意向性共识，寻求叙利亚危机解决方案。به حل و فصل این موضوع هم کمک بکنیم در عین حال مسئله بازگشت آوارگان سوری به منازلشون و به شهرهای خودشون مسئله کمک به صلح و ثبات و امنیت در سوریه از جمله موضوعاتی است که در دستور کال این نشست سه‌جانبه قرار دارد。俄罗斯联邦总统中东和非洲国家事务特别代表副外长波格丹诺夫认为，普京访问德黑兰后可能会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接触。除了叙利亚问题，外界最为关心的就是俄罗斯与伊朗的双边会晤。普京在与伊朗总统莱西进行会谈后，还将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面。伊朗国家通讯社最新消息称，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俄罗斯企业将向伊朗石油业投资400亿美元，这是伊朗石油行业历史上最大的外国投资。除了伊俄签订多项经济合作协议，外界关注的另一焦点就是俄罗斯购买伊朗的无人机以及双方在军事方面的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此前威胁说，如果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制裁。普莱斯在记者会上说，任何类似的提供都将导致我们实施制裁，我们继续跟踪这一情况。不过，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早些时候称，美国政府关于俄伊就购买一批攻击型无人机达成协议的声明是荒谬的说法，伊朗外交部也驳斥了这一信息。两国经济合作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还透露，俄罗斯和伊朗在未来的贸易中将逐步放弃使用美元。俄罗斯和伊朗两国在2021年的贸易总额超过40亿美元，两国在过去几个月净贸易额增长了31%。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伊朗建立合作可以减轻西方制裁给两国带来的影响。为了避免西方制裁伤及经济底盘，俄罗斯已经率先宣布推动去美元化。俄罗斯4月1号起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改用卢布结算。俄政府还表示，不排除将这种结算模式推广到其他领域。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贸易要放弃美元，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对抗美国的方式。随着时局的发展，伊朗呢需要减轻负担，摆脱孤立；俄罗斯呢也是需要在叙利亚尽早的减轻负担，把力量集中在乌克兰战场上。而普京在出访前一天就表示，尽管西方的制裁对于俄罗斯造成了威胁，但是俄罗斯不会与世隔绝，会积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制裁，更不会脱离整个世界孤立发展。Но мы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собираемся опускать руки, пребывать в какой-то растерянности или, как некоторые наши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и в кавычках предрекают, отступать на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назад. Конечно, нет, наоборот. Осознавая колоссальный объем трудностей, которые стоят перед нами, будем интенсивно и грамотно искать новые решения, эффе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уже имеющиеся суверен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заделы, разработк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х компаний.
俄伊领导人会晤之后，普京还会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晤，讨论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等。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周一表示，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本周内可能再次举行有关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4方会谈，商讨如何落实具体措施，确保乌克兰粮食顺利出口。